魔王被过于强大的勇者打败后，临终前对他说道：“将魔王杀死之后，失去目标的勇者将没有容身之地，人人都会畏惧勇者，视你为世界的威胁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觉悟，就杀了我吧，我的命会为你新的道路带来不一样的色彩。”勇者只是对他说了声再见，就结束了他的生命。但这一切都被魔王的女儿看到了，他对着勇者的背影定下了人生的目标，总有一天绝对要杀了你。打败魔王后，国王给予了男主大量的报酬和长期的假期，而这次将他召见进来是为了赐予他一部分领土，并赋予他边境伯爵之位。当然，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好的事。国王对他解释说：“我给你的那块领地虽然有着可以开采高质量铁矿的矿山，但近年来栖息着一个恐怖的魔物，派出的精锐部队直到现在都了无音信，不能再出现更大的损失了。这次的讨伐就拜托你了。”而男主则干劲十足地接下了这个任务。勇者走后，国王身边的女官问道：“王，这样真的好吗？给予勇者的那片领土是连农作物都种不出的不毛之地，如果他不满意怎么办？”国王则信心十足地说道：“不会发生那种事的，他欠缺正常人的欲望，只要生活不困难就会老老实实的待着的，而且他的领土里有那个家伙皇帝龙，传说一夜之间就能灭国，魔王都不能将他奈何的龙种的顶点，就算是罗伊德也敌不过他吧。”女官便惊讶地说：“这样不就是让勇者去送死吗？”“就是这样，就是要让他去死。本来就打算让他和魔王两败俱伤，但是他真的是强过头了。对于世界来说，那种力量是不需要的，这是拯救世界的力量，同时也是能毁灭世界的力量。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就以勇者的死作为正式的结尾吧。现在的勇者已经是不需要的道具了。”1个月后，男主坐在前往领土的马车上，心里想着，光是坐马车都要1个月，体面的把我赶出国家吗？花草树木基本都没有生长，行驶的方向还有强大的魔物，果然是在畏惧我，才把我赶到这种边境吧。那天做出决定的时候，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啊！你说你希望成为实验的对象是吗？士兵罗伊德布兰库，父母早早就离世了，不管去哪里都会被当成麻烦。理解了世界不需要我这件事后，失去了想要从这个世上得到什么的欲望。就算是这样，还是期待着能被他人所需要。实验成功了，恭喜你，今天你就是歼灭者，不，勇者了。失败做实在太多了，这下王也会感到高兴吧。然而他将魔王讨伐后，同时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。男主来到领地后，第一时间就去了据说存在魔物的矿洞内。所来何事？人类明知此地是我皇帝龙的领域，还敢踏入吗？男主看着他庞大的体积，心想他是怎么进来这种地方的。皇帝龙却以为他害怕的说不出话。听着皇帝龙，这座山不是你的东西，是迪尔兰德王国的东西，我等对其拥有占有权。皇帝龙则蔑视地看着他说：“我可不管这些，如果还不想死就快点滚吧。”男主见软的劝不动，就想来点硬的。皇帝龙也毫不客气地赏了他一发火球，然而却被男主纹丝不动地防下了。皇帝龙认为区区人类是不可能防下他的火焰的，然而他不知道，男主这具身体已经不再是简单人类的身体。皇帝龙想用他庞大的尾部将男主拍扁，却被男主一只手轻易地接下了，随后一拳就将大他无数倍的龙身击飞了。龙重的顶点竟被一个人类碾压了。皇帝龙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在盯着他，然而男主却看出皇帝龙并没有对他使出全力。难道说到现在为止都只是把人赶走吗？而派来的士兵只是害怕的逃掉了。明白了这个后，男主竟转身准备离开。亡命是为了防止造成更大的危害而将其讨伐，你没有造成危害的话，我的任务就消失了。皇帝龙却不理解地追问道：“为什么不杀我？我知道的，在人类里，龙族的身体如同宝山一样，不是吗？无的价值也入不了你的眼啊。确实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价值或许可以直接买下一个国家吧，但是那种东西我不在乎，我不想无意义的杀生，仅此而已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我被大家称作勇者，遵从王的命令，一个人就把魔王军歼灭了，其结果就是我现在被视作人类的威胁，来讨伐你的任务也只是希望我和你拼个两败俱伤而已。皇帝龙不理解，那你为什么要接受那种命令呢？男主则捡起自己的剑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不管是爱人还是家人，空有一身力量，不成为渴求之人的道具的话，我就会变成无意义的存在。想待在这里就随你吧，再见了。皇帝龙却叫住了他，他的身体发出了微光，最后幻化出少女的模样。我有一个提议，给我听着，我的名字是伊芙丽丝，和我一起活下去吧。他看到男主一直在盯着他，便说道：“看入迷了吧？这应该是人类雄性无法企及的美貌。”男主那边则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变成这种尺寸的人形穿过了坑道吗？他的反应让伊芙丽丝有些不解，你什么都感觉不到吗？那种涌出的欲望，我的美貌行不通，难道是太美了反而让他不安了？男主却问他，刚才说的一起生活是怎么回事？他突然就变得有些害羞了。你不是说你没有家人吗？男主看他吞吞吐吐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就准备转身离开了。虽然很在意，但没办法，勉强问出来是不礼貌的。知道了，等一下，你这家伙太强了。伊芙丽丝一鼓作气地说道，我要做你的伴侣。男主那边却轻描淡写的接受了，这让他有些疑惑，他到底明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？是伴侣，知道吗？也就是夫妻吧。伊芙丽丝解释说，龙族的旧规定，被打败的话要成为对手永远忠诚的伴侣。男主对此却不感兴趣，理由是什么都可以，回应需求是工具的生存方式。附近有我的宅邸，要像样的生活可以去那里。伊芙丽丝却说，在做决定之前先听我说完。从前我们带着许多同胞在此地生活，某一天有个人类倒在附近，我一时兴起帮助了他。那个人平安恢复后，不畏惧龙，并且感谢龙的帮助，提出要结成友好关系。他的国家也很欢迎我们，我们就和这个国家结成了一时的友好，在他们的商队去往其他国家时提供保护，这个国家也因此富裕了起来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。有一天，
人类像往常一样送来了友好的礼物，我们喜欢的矿石。结果我们吃了后就失去了意识。过了一会醒来时，我就发现我的同胞们都死了。得到和平和富裕的人们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庇护了，设计要毒死我们，在我们的土地上瞄准了我们的血肉。之后我的记忆就消失了一部分。等注意到时，就看到所有的一切都在燃烧着。这时我想到了，市井的人们知道杀害我们的企图吗？至少和孩子们是没有关系的。然而火还是烧光了整片森林，这片土地也变成了不毛之地。皇帝龙也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。我要为同胞的死和把不相干的人牵扯进来受惩罚。在这里孤独生活了很长时间，这时有个能杀我的强者出现了。我已经累了，在孤独的牢笼里惩罚自己。如果你不杀我，你能和我一起活下去吗？男主听完这么多，却无所谓的说道：可以啊。这让本来觉得很沉重的伊芙丽丝被欺负的快哭了。我说过了，理由是什么都可以，我会满足你的需求，这是我仅存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需要我，我会拼上性命来回应你。我的妻子伊芙丽丝则满脸通红的握着他的手，已经是丈夫了呀。话说回来，你的性格没有变吗？那是演技啊，驱逐用的，而且我一个人几百年了，多少也没办法吧。总之，我们得换个地方谈一谈。男主抱起伊芙丽丝就用快速移动冲向了洞口。他在空中反复跳跃几次后，就来到了一处窄底的上空。他对怀里的伊芙丽丝说道：这就是我们的家，首先要决定下房间。伊芙丽丝，叫我伊娃就可以了，允许你用爱称。你这个人总是面无表情啊，也稍微和蔼可亲一点吧。从今以后我们是夫妻了，我会让你笑的。晚上，男主在自己的卧室里想着，真是漫长的一天啊，有了活下去的理由，还是家庭，我没能保护好他，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资格。这时却看到伊芙丽丝过来敲门找他，他有些害羞地问：一起睡好吗？遵从国王的命令去讨伐最强龙种皇帝龙，打赢后对方竟直接化身少女向我求婚，从此作为不再被需要的勇者，有了新的活下来的意义。昨晚是两人一起度过的新婚第一夜，男主这边在洗漱，却看到伊芙有些烦躁地将尾巴甩来甩去。男主便问他，从刚才开始为什么一直在挖地啊？伊芙则恼怒地喊道：夫妻一起睡的第一个夜晚，有什么都不做就能睡着的雄性吗？男主想了想评价道：没想到昨晚睡得很好，两个人也不紧啊。我不是担心你睡得舒不舒服好吗？男主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后，两人商定按照人类的规则，等互相喜欢的时候再做真正的夫妻。伊芙想到做饭是人类妻子的工作，就飞出去说由他来准备食物。过了一会，他便满载而归的回来了。男主看着桌上的东西问他这些是什么？我爱吃的铁矿石和附近的鸟。男主拿起一块矿石试了试口感，觉得果然不太适合他的口味。伊芙则惊讶地说：人类不吃矿石吗？这边怎么样？这一袋新鲜的鸟，简单处理后，男主觉得没有烤熟，伊芙就自告奋勇地说：交给我吧。然后对着烤肉就添了一把大火，我给你吹过了，这样能吃了吧？男主看着手中的黑炭，面无表情地咬了一口，还说了句真好吃，这让伊芙也眼馋地来了一口。随后房间内就传出了他上当受骗的喊叫声，男主仍然说这很美味啊，光是你为我准备就足够好吃了。伊芙感觉脸颊都烧了起来，让说这种话的丈夫吃难吃的饭菜可以吗？当然不行，赌上妻子的尊严，也要给丈夫做一顿满意的料理。他询问男主，刚才那道菜还缺什么？男主觉得可能是调味料吧，伊芙便兴致勃勃地准备出门去买回来了。男主却让他等一下，买东西需要钱，你有吗？你买过东西吗？伊芙被他问得沉默了，然后扭头向男主撒娇道：你能和我一起吗？老公，好吧，如果妻子要的话，我就答应你了。他装上自己的配件，说自己刚好也有事情要去街上。伊芙却劝他不要拿着危险的东西，会引起骚动。男主认为路上有被盗贼袭击的可能，伊芙则有些无语，你这么强，不需要吧？而且不会遇到盗贼的，为什么如此断言？他看到眼前的身影则恍然大悟，伊芙竟变回他庞大的龙身，驮着男主飞去购物了。来到集市上，伊芙看着眼前的街景有些兴奋，扭头就盯上了旁边的肉摊，看起来很好吃的肉店。您真有眼光啊，小姐，我们家的肉是最好的。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少女抱着肉直接啃了起来。老板脸色难看的提醒他还没给钱，男主立马过来向老板道歉，并且付了账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的妻子那个有点奇怪。这句话让旁边的伊芙听到了，没想到会被当成奇怪的人。男主告诉他，人类的规矩是买东西先付钱。对不起，我没买过东西。好了，把目标调味料和我的事办完就回去吧。伊芙却向他提议，难得来一次，要不要到处逛逛？然后两人就来到了一家女装店，服务员立马出来问他们想要什么。伊芙拿起一件衣服问男主合适吗？很适合你。这个呢？很适合你。然后他就发现自己随便拿哪件他都说很适合。伊芙猛地撞向男主，好好看看啊，不要都是一个反应。男主则表示自己只是实话实说。这时服务员拿来更多衣服想给伊芙试穿，伊芙却说他已经看够了，要回去了。男主则疑惑地问他，不买吗？我的服装是定制的，即使不买，只要记住就能做出来，是吗？皇帝龙，龙族的顶点，意外的很小气啊。说谁小气呢？至少要说是节俭。之后两人看天色还早，又到处玩了玩，等肚子饿的时候就在一家酒馆坐下了，要买的东西也顺利完成了。伊芙打定主意想学一学人类的料理，服务员端上来的也是一只烤鸟，但尝起来却跟他做的格外不同，肉烤得很好，加了很多调味料，他只知道很好吃，想让料理变得美味好像挺难的。然后就注意到旁边有对情侣在秀恩爱，真好吃啊，那就用我的爱情让它变得更美味吧。他想要的就是这个，用爱情变得很美味。然后插起一块肉就想喂向男主，男主却不开窍地说，不用，我自己能吃。伊芙瞬间就消沉了下来，我一个人到底在折腾什么？罗伊德一定也很困扰吧？我们俩只是形式上的夫妻，明明不可能有爱情。男主见他这个样子便问道，
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太兴奋了，所以有点累了。这时店铺内却传来了大声的吼叫：别开玩笑了，只给我这么便宜的酒，你在轻视我吗？倒在地上的男人说道：比起这种事，请放开我的妻子。什么妻子？不知道啊，笨蛋！如果你想我原谅你的话，就把钱和这个女人交给我。如果你拒绝，我拒绝。放开我的妻子，是吗？流氓举起手中的狼牙棒就要挥向男人，妻子见此便喊道：不要，谁来帮帮我们啊？然后就有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棒子。流氓有些惊讶，他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为什么要碍事？男主便说道：因为有人发出了求助的声音。最强勇者与最强龙种黄帝龙结为了夫妻，他们出街购物时竟遇牛头人想仗势欺人，霸占别人妻子。男主听到店长妻子求助的声音，便决定出手相助。流氓有些嚣张地喊道：别惹我，你们这些混蛋，把这个笨蛋给我干掉！然后就看到3个混混向男主走来，看来是同伙。男主将掰弯的狼牙棒扔了出去，准备好好收拾下他们。伊芙则提醒他不要破坏店铺。3个混混见男主游刃有余的样子，想让他吃些苦头，谁知男主瞬间就将他们手里的武器掰断了。不要用武器，会伤到店铺。他将那些铁块捏成了一个形状，放在盘子里，随后闪到3个混混身后，将他们瞬间击晕。流氓看到这种情况，有些紧张地挟持着女生，不要靠近我。结果下一秒就被男主一拳怼到了脸上，这一拳的威力直接将他击飞出门，滑出了老远。男主松了口气说道：没把店弄坏就好了。看完他的见义勇为，周围的市民们集体欢呼出声，都夸奖他简直太厉害了，这让一旁的伊芙有些得意。怎么样，我的丈夫很强吧？这时士兵过来询问，没事吧？有人报警说有歹徒，男主便将那3个同伙和门外那个一起交给了士兵。麻烦问一下您的名字。罗伊德·布兰库。士兵听到这个名字有些迟疑，随后反应过来，他就是那个讨伐魔王的勇者大人。能见到你真是太荣幸了。男主却将一个卷轴交给了他们，把这个寄给国王，这是任务报告书。知道这里有勇者后，越来越多的人挤进了店铺，伊芙便提醒他再不走就麻烦了。但是这时进出门都已经挤满了人。店长说道：勇者大人，我带你去后门，这边请。几人来到外面后，店长很感谢他们的出手相助。男主却说：不要勉强自己咬住那种人不放，弄不好会受伤的。是的，但是一想到妻子有什么事比我受伤更痛苦。店长的妻子为了感谢他们，拿出一些食物送给了他们。回去的路上，伊芙有些感慨，今天发生了很多事啊，我们结为夫妇才2天呢。伊芙想着刚才那2个人不是我们这种形式的夫妻，而是真正的夫妻，却突然被男主将一份三明治塞进了嘴里。伊芙尝了一口，说道：真好吃。然后有些生气地质问男主：这是干什么？你刚才不是在做的事吗？就是那个。伊芙这才明白男主这是想为自己，他便开心地笑了出来。看来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瞎忙活，罗伊德也有在考虑夫妻的事，很好吃。回去后我也要做鸡肉料理，请罗伊德品尝。这天男主说道：对了，我给国王的报告已经到了，讨伐黄帝龙的。伊芙有些紧张地问他：你写了什么？不久前迪尔古兰德城里传出了国王的怒吼，女官有些紧张地问他怎么了。那份报告上竟写着我和黄帝龙结婚了。女官听到后有些向往地说道：和龙结婚好像是童话呀。国王对此却很不满，最强勇者和龙的顶点，结婚什么的肯定是骗人的，一定是合伙策划了什么，他们必须被抹杀掉。对了，有个好对手可以和他们战斗。伊芙这边也很惊讶，你报告和我结婚了吗？男主问道。不行吗？说是不行还是不好意思，这绝对是奇怪的接受方式。王是想我们互相残杀吧？你却告诉他我们结婚了。这时门外竟传来了士兵通报的声音：罗伊德边境领主在吗？国王有令，边境领主罗伊德·布兰库。国王下达了任务，恐怖教团赎罪之杖，将他镇压下来。伊芙对男主问道：赎罪之杖是什么样的家伙？是对法力异常执着的选民思想集团，全体成员都是用势操纵魔法的人，号称是所谓的魔导士。无法使用魔法的人怎么处理都行，用这种想法团结在一起。魔导士啊，对于天生强者的我来说太渺小了。据作战士兵报告，他们的魔法非常强大，特别是其中一个人被称为灾难的魔女，黄帝龙级别的魔导士。伊芙听到这个有些生气，明明不了解我，却擅自把他和我相提并论。总而言之，这是当初失败的相杀策略的翻版吧？无事无事，男主这边却想接受。他扭头看向伊芙，这是什么表情？勇者讨伐魔王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吧？再也没有对国王的义务了，完全没必要为瞄准自己的敌人工作。不要管了，也许你是对的，但和黄帝龙不同，赎罪之杖会带来损害，打倒他也是正确的，那么我就会回应他的要求。伊芙反复纠结后，露出了有些无奈的表情。明白了，我就知道会这样，我也去，没有意义吧？教团里，无数教众在反复念着他们的教义。这时有一男一女2名魔导士对一位少女说道：他们在等着你，我们的爱女，灾难的魔女索菲亚。我知道了，爸爸妈妈。少女走到舞台前向众人喊道，全部听从魔法的指引。而男主这边则骑在化为龙身的伊芙身上，在前往讨伐灾难魔女的路上。是敌人的基地吗？竟然漂浮在空中。男主一本正经地说道：总之先吐槽一下吧。最强勇者与最强龙种黄帝龙结为夫妻，这让国王感到了极大的威胁，遂下令命勇者去讨伐灾难的魔女，希望能铲除他们。男主和伊芙飞到了赎罪之杖的敌人基地，男主建议突击进去，伊芙却觉得以他们这种强者爽快的打下来就可以了，随后便飞向基地直接冲了过去。谁知基地竟有一股防护罩，伊芙的头被撞得发出咚的响声，然后就缓缓地飘落了。是魔法的防御墙吗？太硬了吧！我都说要突击了。这时基地竟启动机关，无数炮弹向伊芙射了过来，伊芙急忙飞离原地。那是魔法吗？被称为魔导兵器吧。
是一种强大的武装，人类竟做些奇怪的东西。男主想了想，对伊芙说：“把脚借给我。”他站在伊芙的脚上，直接蓄力飞上了天空，以极快的速度一拳冲破了防护罩，之后又反复跳跃解决了炮台。但听到旁边福岛发出声响后，发现还有炮台没有处理干净。这时伊芙飞过来，在口中蓄气火焰，随后一把大火喷出，毁了整个小岛。然而男主却注意到，伊芙本来淡定的表情竟慢慢变得难看起来。他晕头转向的倒在男主身上：“你要做什么？好好的说呀！”原来是刚才男主蓄力那一脚直接把他蹬晕了。多亏了你，我们成功入侵进来了。现在走吧。他们的动静也引来了魔导士，是入侵者，炮台全军覆没了。快去通知教主大人们，还有灾难魔女大人。伊芙看到这些魔导士，想起了男主说的，在报告中有与皇帝龙匹敌的魔导士，别得意忘形。入侵者们，我们赎罪之杖技术的结晶自立是魔导人偶，会把你们驱逐。伊芙将手画出原形，一击就毁了他们的技术结晶，嘴上还恼怒地喊着：“别来沾边！”男主则对于他能将身体部分化形攻击过去感到惊奇。魔导士这边鼓励同伴不要胆怯，准备出动所有石像。伊芙便说道：“就这也想战胜我？罗伊德先过去吧，这里由我来处理。”虽然男主不知道他为啥那么大火气，但还是决定交给他了。去报告教主的人应该是往这边走的。男主走到一个拐角时，突然有一支箭射向了他，他反应极快地躲开了。“你就是那个捣乱的入侵者吧？我是你的对手。”赎罪之杖的剑士斗马，教主的护卫吗？虽说是想打个措手不及，但剑士会放下剑吗？哎呀，看起来像是放手了吗？这时那把剑竟突然开始分裂，向男主的轨迹移动。男主一时不察，被其中一把从身后刺穿了。记住，这是冥途的礼物。这把剑的名字叫无限裂，是杀死你的魔剑的名字。你能攻到这里，也算是熟练的法力使用者吧？对我们赎罪之杖的教义不赞同吗？斗马将他脸上的面具摘了下来，露出了丑陋的淤痕。拥有法力加护的人才是上等人，不会使用的人是下等人，这是简单明了的真理啊！男主看着他的脸说道：“那个痕迹是法力中毒吗？不要用无聊的名字称呼，这是得到法力庇护的人偶尔会出现的圣痕。法力作为这个世界的根源，是至高的能量，强化、变换、破坏、修复，法力使一切成为可能。这个圣痕的诞生，有人说太丑了，那是因为他们是没有法力保护的下等平民。我们赎罪之杖被那些下等平民所歧视，差的是我们吗？不是，是他们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有向劣等平民复仇的权利，有统治的责任。你也有法力，应该会明白吧？加入我们吧，这样你就不用死了。”然而男主这边却问道：“说完了吗？你们的道理我无所谓，跟我没有关系。”斗马便有些恼怒地说：“选择死亡吗？”他驱动魔剑分裂出无数把蓄势待发，那么就去死吧。男主看着飞过来的魔剑，却很淡定地向前迈了一步，任凭那些剑穿过自己的身体，这让反派都被惊到了。愚蠢，干脆的选择死亡吗？然而下一秒，男主竟以极快的速度冲到斗马面前，在他始料未及之时抓住了他握剑的手。他仍然在吐着鲜血，你想互相攻击吗？但转瞬间伤口就在愈合，与其防御，只要彻底治愈就能尽快解决了，一瞬间就治好了。那个异常的魔力，男主向他解释道：“是有原因的，我可以无限的吸收魔力。”反派见此也开始慌了起来，男主则握起拳头说道：“你的淤痕才不是什么圣痕，而是你摄入了大量大麻，导致了大麻中毒，所以和我没关系。”斗马在将被击飞之前大声喊道：“肃情！”随后身体就撞穿了墙壁，直接通到了灾难魔女这边。是入侵者，竟然能打倒斗马！男主走进来说道：“教主，灾难的魔女在吗？”他看到远处的少女，有些惊讶，竟然是小孩子。少女则对他打起了招呼：“初次见面，大哥哥，我是索菲亚。”魔女指的就是我。勇者与皇帝龙组成的最强夫妻，被国王忌惮派去镇压灾难的魔女，希望能两败俱伤。然而那个与皇帝龙匹敌的强大魔导士竟是个小孩子。大哥哥怎么称呼？罗伊德，被称为勇者。勇者，打倒魔王的那个。索菲亚则有礼貌地对他鞠了一躬：“勇者哥哥，请多关照。”男主拿出他兜里的授权书，对他们说道：“赎罪之杖，王国现在以破坏活动和诱拐的罪名对你们下达了镇压命令，只要投降就不杀了。诱拐杀人什么的好可怕。哥哥是可怕的勇者吗？”那两名魔导士想到，就算是勇者，灾难的魔女也不见得会输，便对索菲亚说：“那个人是欺负我们的坏人，坏哥哥，不要欺负大家，那是不行的，因为这是亡命。你看，那家伙是敌人。索菲亚，帮帮我们！”索菲亚纠结过后，准备释放雷王的降临。没过多久，空气中便聚起一个巨大的雷电魔法团。原来如此，灾难魔女的名字也不是摆设呀。索菲亚有些着急地问他：“哥哥，你不逃跑吗？看到这个大家都会逃跑的。”我说过了吧，那可不行。那么，炎王、水王、风王、地王，多种属性的魔法团在不断生成，男主却没有退缩一步。索菲亚看向他问道：“这样呢？我要完成我的工作。”两个魔导士有些急不可耐地喊道：“索菲亚，把魔法打过去，这样下去我们会被抓的，那样的话会分离哦，我们不在也可以吗？”索菲亚脑海中浮现出记忆中的情景，随后便大喊着将魔法团扔向了男主。谁知男主竟将魔力幻化出有形的手掌，一拳就将所有属性的魔法攻击全部收入囊中，魔力竟在他手掌中逐渐消散了。魔导士夫妇诧异地问道：“你做了什么？”“我把索菲亚的魔法用手掌分解了，变回魔力后被我吸收了。”“我再说一遍，投降吧，不要开玩笑了。就算投降也要被判死刑吧？恐怕是吧？破坏了好几个城镇，把人掳走杀害，你们罪孽深重啊！”索菲亚听到这个却有些疑惑：“我没做那种事啊，爸爸妈妈说只是吓唬坏人。”“索菲亚，杀了他，我们死了也没关系吗？就像你真正的父母一样。”当初索菲亚回到家里就看到父母倒在了血泊里，然后就被这两个魔导士带走了。
一直作为他们的提线木偶。但对于索菲亚来说，她不想再孤单一人。伊芙将那些虾兵蟹将全部敲打一遍后，也过来了这边，看到眼前的场景愣住了。一名少女眼含泪光的释放着大量魔法，浮岛上一个巨大的魔法团在不断聚拢，少女的身体却承受不住的开始流出鲜血。伊芙问男主怎么回事，那个孩子，她就是灾难的魔女，急性魔力中毒，超过极限吸收了魔力，身体崩溃了，这样下去会死的吧？伊芙却有些急切的想冲过去阻止，她化成龙身后却被强力的魔法攻击劝退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这样也是无济于事的，如果不压制住，那孩子会死的吧？即使救了他，也要被判死刑，或者像我一样作为实验的动物，没有得救的道路。所以救孩子需要什么理由？没有路就去寻找路，我的夫君。这时那2名魔导师对索菲亚喊道：索菲亚，再多放些，把龙和勇者一起杀死，保护爸爸妈妈。完全不顾及索菲亚已经伤痕累累的身体，索菲亚大喊着释放出更多魔力，让想接近她的衣服弹了出去。她将所有魔法聚成一道光柱丢向了男主，男主则伸出手接住了这团魔法攻击，随后所有魔力在他掌心逐渐烟消云散。索菲亚有些绝望地看着眼前的场景，男主对她说道：已经结束了。索菲亚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地倒下了，伊芙急忙飞过去接住了她。他检查后发现虽然伤得很重，但是这条命算是保住了。男主便扭头看向那2名魔导师，还要打吗？原谅我吧，我们都是可怜的人，因为这个魔力中毒的淤血而被迫害，已经过了相当辛苦的日子。男主看着他们的脸想了一下，随后撕掉他们脸上的伪装。原来如此，你们将假的淤痕骗信徒说成是圣痕，然后对女儿也隐瞒了你们做的坏事，并且利用她。他们见自己的真面目已经被拆穿了，试图用索菲亚做最后的挣扎。索菲亚，再来一次，下次一定要杀了他们！你们疯了吗？现在的状态下使用魔法的话，这个女孩一定会死的。而索菲亚却听话地动了起来，开始聚集魔力。男主将手握住了她的手，魔力再次消散，仿佛在告诉她这是徒劳的。这个姑娘也是和我一样的一次性工具吗？他扭头向那2人说道：索菲亚现在是我们夫妻的孩子了。突然多了个孩子，伊芙跟那2人一起懵逼了。既然死了也无所谓，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吧？那对夫妻想了想，然后很痛快地答应了。取而代之的是，你们要放过我们，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女儿。听说有个魔导师的女儿很有天赋，杀了他的父母后拐走的，煮也好，烧也好，随便你，只是利用的包装品而已。伊芙这边听完后竟然同意了。好吧，以索菲亚为交换，我会放过你们的。那2人便开心地说：太好了。随后就被伊芙的尾巴扇到了墙根里。怎么可能这样说呀，你们这群混蛋！伊芙抱着怀里的索菲亚有些心疼，多么令人痛心啊，因为休克和剧痛昏过去了吧？罗伊德，你有办法保护这个女孩不受死刑和实验的伤害吗？是的，在这一带吧。男主竟一拳将整片福岛击毁了。如果坠落的话，即使索菲亚消失了也不会被国王发现吧？但问题是他们几人此时还在其中。伊芙恼怒地喊道：你也太粗枝大叶了吧！之后回到家里，索菲亚在睡梦中还在喊着爸爸妈妈，睁开眼醒来后，发现龙姐姐竟躺在她的身旁。男主进来对她说道：醒了吗？急性的魔力中毒也彻底消除了呢。勇者哥哥，这是我们的家。伊芙看到醒来的索菲亚则嚎啕大哭。太好了，醒来了，不痛了吗？没关系了，龙姐姐。这时索菲亚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，肚子饿了吧？睡了整整1天啊。稍等一下，我会准备好饭的。然后就看到一个散发着可疑气息的三明治。伊芙有些心虚地说：味道应该没问题吧？男主则吐槽他奇迹般的把肉烤熟了。索菲亚切下一块尝了一口，意外的很好吃。是吗？不勉强吗？不，那些伪装的爸爸妈妈只给我凉的食物，所以很好吃。伊芙听到后又绷不住的大哭起来，要好好的吃饱哦。这时男主说道：你那对伪装的父母会被引渡到王国处决的。伊芙怪他在这种时候提起这种事。索菲亚这边则开口道：为了掳走我，我的爸爸妈妈被那2个人杀了。哥哥姐姐不是说要成为我新的爸爸妈妈吗？男主便说：如果你愿意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想要我的魔法吗？伊芙则凑到他的身旁。不一样的，虽然很难用语言表达，孩子是由大人来保护的，不被利用，必须守护到离巢之日。我希望自己能做到。男主则实话实说：我是被伊芙拜托的。伊芙听到后有些生气地甩了他一尾巴。你真的是？还有别的什么吧？男主想了想说道：索菲亚赌上性命的时候，我觉得和我一样，所以我有了想帮助你的想法。但是如果我又被盯上了，就会像爸爸妈妈一样，2个人被杀了的话。男主和伊芙却异口同声地说：不用担心，没有人能杀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是最强夫妻。索菲亚听到后则流下了眼泪。真的可以吗？从今天开始，罗伊德和我就是爸爸妈妈了。男主却在这时回忆起小时候的事，爸爸妈妈2个人都死了。罗伊德哥哥，凯恩，不要紧，哥哥我会保护你的。伊芙注意到男主突然沉默了，随后竟将索菲亚抱进了怀里。怎么了？突然这么温柔？吃了奇怪的东西吗？男主却说：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。怀里的索菲亚便忍不住大哭起来。放心，随便哭就好，没人会抱怨的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呀。皇帝龙级别的魔导是灾难的魔女，竟是个被人渣夫妻利用的小孩子。她的魔法攻击被男主无情碾压后，也认清了冒牌父母的真面目，从此作为罗伊德和伊芙的孩子一起生活。索菲亚住进男主家里后，因为房间还有很多，让她自己选择自己的房间，但是漆黑又宽敞的房间让索菲亚感到了害怕与孤独。第2天清晨，伊芙狩猎回来准备做早餐，可是他对自己的厨艺还是有些认知的。虽然男主很结实不怕，但不能让索菲亚吃生肉或焦肉，他便准备叫男主起床来试吃他烤的肉。结果打开门却看到索菲亚也在男主的房间里。伊芙有些傻眼地问：为什么索菲亚会在这里？我不知道，我起床后就在旁边了。索菲亚醒来后，她先是向2人问好，
然后解释说：“对不起，晚上一个人，房间很大。”男主便问道：“你一个人害怕吗？”原来是这样，我们是索菲亚的父母啊，不要害羞，尽情撒娇吧，下次来妈妈那里就好了，比爸爸暖和柔软，还可以帮你梳头发。索菲亚有些犹豫的开口，但说出来的话却是：“我知道了，姐姐。”索菲亚对我们两个还是不能马上叫爸爸妈妈呀？我不太清楚，好像是这样，没办法呀，只能等时间解决了。说到时间，好像忘记了什么。等伊芙想起来后，他将做好的早餐摆在了桌子上。男主像往常一样照吃不误，伊芙则解释说做饭的时间不够，如果再早点做的话，大概能成功一盘。然后哭着要去街上买些吃的回来。索菲亚却叫住了他，让我做饭吧，可以吗？没过多久，索菲亚就端上来了一盘闪亮亮的早餐。她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如果不好吃的话，对不起。”伊芙和男主尝了一口后，感觉肉烤得恰到好处，这顿早餐吃得相当满足。随后伊芙就意识到，像他这样的只会做难吃的食物。男主却不太理解：“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之前就说过了，你为我准备就足够好吃了。”伊芙瞬间重燃了斗志，希望索菲亚能教她料理。但是我也只会烤和切啊，拜托了，我也有自己的立场，想给丈夫和女儿做好吃的饭。索菲亚便提议：“那么以后一起做饭吧。”伊芙就开心地叫上男主来帮忙准备早餐。索菲亚在这时回忆起了以前和爸爸妈妈一起做饭的情景，让她十分怀念。而眼前的男主竟一个手刀就将灶台和玻璃切成了两半，看来并没有那么顺利。晚上的时候，索菲亚和伊芙洗完澡后决定两人一起睡，而男主这边还在修理灶台。索菲亚却在这时鼓足勇气对男主叫了声爸爸：“今天我和妈妈一起睡吧，晚安，明天见。”伊芙则被那句和妈妈一起睡弄得心花怒放。这天伊芙见外面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，便和男主商量做那个吧。两人异口同声说道：“是大扫除的日子，这是索菲亚来之后的第一次啊，要比平时更努力，把易碎品放在里面，要洗的衣服收集起来，被子、窗帘、地毯、桌布，大概是这样吧。”窗户和门都打开了，伊芙这边则做好了准备。他将自己龙的翅膀展开出来，然后便疯狂挥动，将空气卷入房间里的各个角落。好大的风，屋子里的灰尘都出去了。房间太多了，忙不过来。以前我这么做的时候，连房子都吹跑了，被伊芙骂了半天。作为惩罚，让我到外面去睡，眺望着星空睡得也很舒服。伊芙那边也完事了，不过被风吹的头发乱糟糟的。接下来是洗衣服，去那条河吧。此时伊芙站在岸上对男主不断呐喊，让他再坚持一会儿，而男主则蹲在水流湍急的螺旋河里。伊芙对索菲亚解释说，平时洗衣服在水井里也能解决，但大衣服就不那么容易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就看到男主扛着一个巨大的衣服篮子爬了上来。洗衣服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。伊芙则上前帮他将头发擦干，那么把这个晒干就可以休息了。之后伊芙和索菲亚去泡了温泉，男主则觉得运动量不够，沿着地平线跑步去了。伊芙有些吞吞吐吐地问道：“索菲亚和我们在一起开心吗？”毕竟他和男主跟普通人的家庭不太一样。但没等索菲亚回答他，就岔开话题不再继续了。晚上回去的时候，索菲亚看着满天的星星觉得很漂亮，男主便说：“是啊，就像我被伊芙骂睡在外面的时候。”索菲亚则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如果我做了坏事，妈妈会像对爸爸那样生气吗？这对家人来说应该很正常吧？”然后就笑着说道：“今天非常开心，有这么快乐的爸爸妈妈，是属于我的普通啊。”伊芙听到后，眼角有了泪光。好吧，索菲亚，让我们明天过得更开心，去雪地上看看怎么样？空气稀薄，也许很有趣。那个有点。这天，男主和伊芙发现索菲亚的衣服扣子掉了，伊芙便自告奋勇地说要帮他修理，是用针和线什么的吧？交给我吧。结果原本叫做衣服的东西变成了一堆烂布，他有些挂不住的将那些破布交给了索菲亚，然后愧疚地提议去买新的吧。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和索菲亚一起进城。男主有些疑惑地问索菲亚：“你不会像伊芙那样用魔法做出衣服吗？”索菲亚说她只可以用魔法来处理水和岩石，创造的事情还没有做过。伊芙便说道：“魔法的创造可以说是奥秘所在，这可是要花一辈子才能学会的东西啊！创造的东西越是坚固复杂越难。如果是我的话，看衣服就能创造出来，但是武器就不行了。就算做了这个肉串，也不会变成血肉，只会变回魔力。而且造物离创造者太远的话，还会变回去。考虑到万一就不能让他穿了。”随后伊芙有些坏笑地说：“罗伊德，如果是你的衣服，我可以帮你做哦。”男主却无所谓地回道：“给我的话我就穿。”他们三人来到了女装店，售货员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夫妻两人，因为是难得的美女帅哥极品素材，这次还带了一个优秀的女儿，让他有一种克制不住想为他们换装的冲动。售货员直接闪现到几人面前：“客人啊，您是在给大小姐找衣服吗？”索菲亚去试衣间换完一件后，衣服和售货员都被萌得一脸满足，直呼好可爱。索菲亚随后问向男主的意见，男主这边则务实地说道：“尺寸很合适。”之后又换了一件，容易行动，战斗也没有问题。把胸前的装饰撕下来扔出去的话，敌人会有空隙。如此几次后，索菲亚不满地鼓起了脸。试了很多件后，索菲亚有些累了，伊芙便决定留下来将要买的衣服缩小下范围，而他和男主则出来透透气。男主见他仍然鼓着脸，问他怎么了，却说没什么。随后就发现今天街上的人有些多，结果下一秒两人就走散了。索菲亚被人推搡着，完全失去了方向。服装店在哪里？迷路了，变成一个人了。然而这时却有一只手拍在他的肩膀上，扭头看到来人竟是男主。走散的话会很危险的，留在我的身边，握住手就不会走散了。索菲亚也别放开，在我身边我会保护你的。如果你要穿很难移动的衣服，就在我换衣服附近。这么说来，你还好吧？是蛀牙的话可以去看牙医，已经好了。而伊芙看到两人时则一脸惊讶。罗伊德，你和索菲亚手牵手，万一走散了就危险了。我也想问问你，那个行李是？压缩完后全部买下来了，帮我付钱吧。比起那个手牵手什么的太狡猾了，不能原谅。
这时索菲亚却挤在两人中间，一边一个牵了起来。大家连在一起的话，能原谅我吗？伊芙立马开心的回道：原谅了。他们准备回去时，大家都吃饱喝足了，天也已经黑了。男主却突然被人撞了一下，男主这边稳如泰山，那个人却被撞倒在了地上。他扭头问对方没事吧，结果注意到那人长着长长的耳朵，那双耳朵他以前见过。你是魔族？最强勇者讨伐完魔王后，与黄帝龙结为了夫妻，又有了强大的魔导士女儿。一家三口幸福美满之时，竟遇到了魔族的少女。人和魔族的战斗应该已经结束了，为什么魔族会在人类的城市里？竟然被人类发现了！在骚动之前必须得离开这里。魔族少女转身就要逃走，结果没走两步就被自己绊倒了。这操作看得男主三人一阵无语。伊芙上前问他需要帮忙吗？他下意识伸出手后，想到面前的应该是人类，便喊道：我不会向人类求助的。他努力想抽回自己的手，却发现纹丝不动。为什么甩不开啊？原来是想甩开吗？力气太小了，没搞懂。伊芙突然松开手后，少女就用力过猛地摔倒了。正当伊芙在拉她起来时，男主注意到身后有人在打斗，一名魔族少女被击退到众人面前。他扭头喊了声公主，看到她身旁站着人类，便说道：碍事的人类，不想死就马上离开。听到后的伊芙摆出一副很恼火的表情，少女就解释说：我是说会被杀死的，快点逃。很在意人类，还很从容啊。你打算逃到什么时候？爱丽丝小姐，是什么让你那么讨厌，一直逃到人类的领地？当然讨厌啊，看清立场吧，夏郎。夏郎，这是对自己丈夫该说的话吗？众人听到后有些懵逼，这两人竟是夫妻关系，这只是你突然提出来的，我什么都没有答应。父亲的光环让你骄傲到这种地步，没有继承父亲的一切才能，无法随意使用魔力的无能小鬼，至少作为我的妻子来保护你，这种温柔你不懂吗？甚至还带着你父亲的遗物，要赖到什么时候啊？对你那早就死了的父亲。被叫做瑞希的魔族少女喊道：你只是基于家世的强盗罢了，真是口无遮拦的狗啊！两只并排重新教育也是一种乐趣吗？伊芙和索菲亚听到这里则站了出来，默默听了一会，感觉很恶心啊。虽然不太清楚，但是不能欺负人。人类还没走吗？算了，杀了他们。然而两个小弟才冲到面前就被打得面目全非。从刚才开始人类的，说谁是人类呢？杀人就更不行了。龙，小女孩也是这种魔力，这样的家伙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句也是我的台词。魔族之间的冲突就随便你们好吗？但是如果在这里把人们卷进来，就要做好觉悟，以现在的战斗力很难在引起骚动之前杀死他吗？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妨碍了我的事，一定会后悔的。爱丽丝惊讶地发现法恩竟被眼前三人劝退了，这些人不是普通人。她对男主三人喊道：请稍等，我决定了，给你们保护我的权利。男主他们听到后露出看傻子一样的表情，对视一眼后转身离开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少女便焦急地让他们等一等。伊芙不断揉捏着少女的脸，想依赖别人的是这张嘴吗？喂，不要轻易触碰爱丽丝大人，我也是有名的一族啊，不知道这种事。人和魔族本来就是敌人吧？我们可以帮助敌人吗？罗伊德，我无所谓，如果被要求的话，我会帮忙的。和魔族的战争已经结束了，而且目标好像不是人类。爱丽丝揉着自己被捏红的脸，你们会帮我吗？正因为以家族为傲，请求的是要有礼节吧。你说的对，我是爱丽丝，这个孩子是随从瑞希。作为族长的父亲去世了，我的家族被部下法恩盯上了，请助我一臂之力吧。说完后，却看到男主这边已经渐行渐远，并问他们为什么还不走。爱丽丝便冲他喊道：请好好听我说呀。伊芙上前替老公道歉，并说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件事，随后对两人自我介绍：我是皇帝龙伊芙丽丝、罗伊德、索菲亚、魔导士。爱丽丝他们则被这一家有些强大的组合惊到了。之后伊芙对两人说：那么快上车吧。驮着几人的伊芙便以飞快的速度穿行在回家的路上，而第一次飞行的爱丽丝却被吓得当场哭了出来。落地后，伊芙看到爱丽丝的样子，问她怎么了。速度和高度让她有些吃不消，真没出息啊。罗伊德，把爱丽丝搬进来吧。当男主的手碰到爱丽丝身上的箱子时，瑞希却紧张地喊道：不可以。男主立马感觉到自己的魔力被箱子吸走了，而爱丽丝也在这时清醒过来，她抱紧箱子与男主拉远距离，别碰这个。随后反应过来男主应该是好意，便向她道歉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碰它了。瑞希则紧张地问男主有没有事，男主却说自己什么事都没有。摸到那个是我看错了吗？被吸走魔力最坏的情况应该是性命攸关。皇帝龙的丈夫，强大魔导师的父亲，这位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时伊芙却过来通知他们，水已经烧开了，可以进去洗了。对于今天发生的事，瑞希有些疑惑地问道：虽然得到了帮助，借助人类的力量真的可以吗？魔族和人类是挑起战争的关系，而且爱丽丝大人的亲生父亲。爱丽丝这边则很懊恼，如果我像父亲一样强大，就不用到处乱窜被人保护了。瑞希想到爱丽丝大人遭遇如此悲惨，一切都是勇者的错。虽然那天逆光看不到脸，但他仍然记得那种非凡的力量。两人洗完回到房间后，那么公主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会在同一个房间里守护你的。爱丽丝抱着父亲的遗物躺在床上，想着自己太弱了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作为魔王的女儿，我不会放弃家族的复兴，所以请守护我吧，父亲。最强勇者讨伐完魔王后，和家人一起搭救了一名被部下逼婚的魔族少女，而她的随从却因连日的战斗病倒了。爱丽丝大人，瑞希是个差劲的随从，比主人先倒下，真是太失职了。索菲亚则告诉他，爸爸和爱丽丝姐姐说会给我们带来很有效的药。瑞希听到他们竟在这个时候出去了，有些担心。伊芙便说，你是担心那个蛇男会袭击吗？罗伊德和他在一起，他的战斗力很强的，不用担心。不，法恩也是这样的。爱丽丝大人的魅力一定会让罗伊德大人无法忍受。伊芙先是有些无语，然后告诉他，
那仅限我没有出手的男人，那样的小女生，我丈夫是不会动摇的。男主凑近爱丽丝耳边说道：“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你也不要离开我，罗伊德先生。”但男主他们两人此时的姿势并不是躺在地上，而是垂直挂在悬崖上。爱丽丝有些崩溃地叫道：“会掉下去啊！”他们停在一个坡上时，男主对她说：“别勉强，累了就送你回去。只有我能分辨出目标草药吧。”男主却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。药草是长在山体上的吧？一下子就全部带回去了，请不要破坏大自然。但是一边寻找一边爬要花很多时间哦，我们得在太阳落山之前找到它。天已经慢慢变黑了，现在这个高度仍然没有找到药草。男主便提出今天该回去了，爱丽丝却希望能快点找到治好瑞希。这个高度空气已经很稀薄了，到了晚上就会冷得厉害。夜行的魔鸟也开始活动了，特别是寒冷是无法忍受的。不想那样的话就跟我回去吧。爱丽丝则发起了火，人类不要对魔族指手画脚。说完就自己走掉了，然而内心却在后悔，明明是他把他们卷入魔族的事情里的，连寻找药草也是请来帮忙的，但是现在道歉也能得到原谅吗？爱丽丝想起了小时候的事，瑞希跑到父亲怀里哭喊着爱丽丝打了他，这件事让身为魔王的父亲撞见了。杜克大人，很抱歉，是我家的瑞希。等等，我先听他说下。爱丽丝对父亲耳语道：“我一不小心拍了一下，我想道歉，但是如果不原谅的话可能会吵架，我很害怕。”魔王便对他说：“首先你要好好道歉，就算会被打回来，即使吵架也能继续做朋友，是孩子的特权，别那么害怕，也许会原谅你的。如果你要受伤了，我会阻止他，我会守护你的，放心吧。”爱丽丝便想到，即使我不被原谅，保护瑞希的事也要拜托他了。谁知脚下的石头竟然松动掉下去了，身体突然迅速下坠，他下意识地抓住了一棵植物，这只植物却承受不住的被连根拔起。爱丽丝以为自己死定了，男主却在这时从上方急速冲了过来，抱住了她。男主对她说道：“抓住，别撒手。”但是掉下去了，放心，我来守护你。这句话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自己的父亲，而男主则抱着她跳进了前面的湖里。罗伊德先生，之前的发言非常抱歉，对恩人说那样的话。人与魔族战争，人类获胜，魔族憎恨人类是理所当然的。爱丽丝却提出，等到瑞希痊愈，他会离开的。我说我会帮助你的。伊芙和索菲亚也接受了，事到如今就不会放弃，而且如果有这个的话就能治好了吧。爱丽丝认出这是他们要找的药草，原来是之前她无意中抓到的那株。我的运气好像还不错，瑞希在等我们回去呢，快点治好吧。然而当他们回到家里时，瑞希却大叫着，孤男寡女穿着湿淋淋的衣服回家。男主则忍不住吐槽，看起来很有精神。没过多久，瑞希的烧就退下来了，药草好像起作用了呢，虽然感觉脸还是很红。没关系，给您添麻烦了。爱丽丝心想，真是太好了，继父亲之后，如果连瑞希都不在了，我肯定会活不下去的。伊芙却在这时提议出去庆祝一下，去宁静的森林野餐吧。然后他就带着众人来到了一个阴森森的地方，就是这里，宁静的森林。与其说是野餐，有点求生的感觉，是吗？我偶尔会来散步。男主问道。吃饭怎么办？当然是现场采购啊。索菲亚和爱丽丝就异口同声地喊道，这不就是求生之路吗？瑞希却充满干劲地对爱丽丝说，爱丽丝大人，我对生存多少有些心得，会吃到好吃的食物的。之后几人就分别去采集各种果实，没过多久，他们就互相分享食物，开始了野餐。爱丽丝说她手中的水果清爽的酸味让人受不了，索菲亚听到后便想尝一尝她的，两人就交换着吃了彼此的水果。真好吃啊，爱丽丝姐姐，多么纯洁的笑容啊，叫我姐姐。如果有妹妹的话是这种感觉吗？这么说来，以前我曾对父亲说想要个妹妹，让他很为难。瑞希听到后却疯狂指向自己，见爱丽丝没什么反应便绷不住了，等爱丽丝明白后则摸着她的头安慰她，瑞希也不错，不过这孩子应该算是妹妹吗？爱丽丝心中有了符合她的形象，但是还是不说了。大家吃完后，伊芙举起了自己的导游小旗，又有了想去的地方，然后就带着大家来到了一处满天飞雪却还喷发着岩浆的地方。我想让你们看看这里，很有趣吧？冷热并存了，魔力值也很浓。然而瑞希扭头却看到爱丽丝已经被冻成冰棍了。索菲亚觉得现在应该让她热起来，便开始对她施加魔法。男主却发现热空气越来越强了，结果一转眼就看到爱丽丝化成了一滩液体。索菲亚就开始对她进行冷却。好不容易恢复原状后，伊芙得意地问她，这个地方不错吧？是啊，我都准备好去冥途了。两个魔族少女觉得这个地方太热了，汗停不下来，想去洗澡。几人就来到了一个河边，爱丽丝迫不及待地想下去洗一洗，伊芙却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提醒道，别靠近那条河，有连熊都能吞下的大鱼哦。然而话刚说完，他就被大鱼吃掉了。他们看到后急忙冲了过去，男主不断用脚踢大鱼的肚子，大鱼便受不住的将它吐了出来。伊芙决定替爱丽丝报仇，将大鱼做成晚餐。大鱼见势不妙，急忙潜入了水里，但伊芙觉得区区河水是无法阻止它的火焰的，对着水里就吐出了一个火球。索菲亚却想让他等一下，结果下一秒就发生了大范围的水蒸气爆炸。还好大多数人的身子比较皮实，晚餐也到手了。只是可怜爱丽丝伤痕累累地喊道，真是太棒了，总是这样。爱丽丝感叹，和这些人在一起连悲伤的时间都没有。伊芙那边却发现这条鱼的火候刚好，总是在吃生肉和焦肉的男主便问道，在家也这样做吗？在家会爆炸的，绝对不行。最强勇者讨伐完魔王后，竟无意中搭救了魔王之女爱丽丝。然而两人此时都不知彼此的身份，并生活在一起。今天是伊芙准备料理的日子，索菲亚鼓励她这次一定会成功的，但伊芙一张嘴就知道已经完蛋了。男主问起爱丽丝还在睡觉，也许是累了，过几天就会好起来了。爱丽丝在梦里喊着父亲，爱丽丝今天是好孩子吗？是的。爸爸呢？是好孩子吗？你父亲啊？
可能不是好孩子吧。爱丽丝醒过来后，瑞希告诉她已经是中午了，伊芙大人准备好了饭。他们两人看着面前焦掉的肉，考虑要不要去外面买些东西回来。我第一次看到伊芙大人亲手做的菜，男主却说已经进步了不少，平底锅融化和火灾没有发生了。不要在意焦肉，我会全部吃掉的。之后还是索菲亚重新制作了午饭。吃完饭后，瑞希对男主说道：“罗伊德大人，我有个请求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您能告诉我变强的秘密。我想得到守护爱丽丝大人的力量，虽然没关系，但恐怕不能作为参考。我是改造士兵。”伊芙听到后却有些紧张地将他拉了过来。为了讨伐魔王被改造成勇者之类的绝对不要说呀，他们也是魔族，你是杀害他们王的凶手，最坏的情况可能会打起来，一定要巧妙地掺入些谎言来掩盖它。男主想了想说道：“虽然忘记了细节，但我志愿参加了改造实验，然后成功了。埋藏在胸口的无幻机构让我变成了无限吸收魔力的身体。”瑞希听到这里有些诧异，魔力无限，但是如果你吸收了超过极限的魔力，身体会急性中毒坏死的。是啊，只有我打破了极限，其他的受试者好像全军覆没了，太过分了。你还好吗？我是做好心理准备才自愿的，而且哪里都有糟糕的事情，街角也好，实验场也好，特别是在战争中。提起战争，爱丽丝又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你父亲可能不是好孩子吧？魔界一直在互相吵架，有很多傲慢约架的人，如果你不先打赢他们，他们是不会听你的话的。当大家都承认最强的是爸爸，吵架就结束了。在那之前是个坏孩子啊，然后等他结束了，接下来也要向人类展示力量。魔族和人类一直在争斗，但是魔族团结起来的话，情况就会改变，展现压倒性的力量，让他们发誓不进攻魔族。这样的话，永远的和平就会到来。如果能实现的话，我将来也会是好孩子。为了爱丽丝的将来，爸爸也会努力的。也许罗伊德先生也是因为人与魔族的战争被卷入实验的。这时男主站起来对瑞希说道：“说话是不会让你变强的，你有保护爱丽丝的力量吧？要练习的话，我可以陪你。”伊芙则提醒他要手下留情，禁止用剑，就像厨房一样，会变成两半的。别担心，恐怕不会再用剑了。之后他们两人便在院子里过招，但因为速度太快，根本看不清楚。瑞希再次败下阵来后，男主看了下天色，已经是傍晚了。爱丽丝却通过两人的剪影，仿佛发现了什么。这一幕让他无比熟悉。他回想起男主说过的话：人与魔族的战争，如果受此影响而参加实验的话，获得了无限吸收魔力的强大力量，达到能讨伐最强魔王的程度。难道说，男主这边告诉瑞希明天再继续练习，却发现爱丽丝有些异样。回答我，罗伊德，你是勇者吗？瑞希对眼前情况有些疑惑，爱丽丝却再次喊道：回答我。没错，我是讨伐魔王的勇者。爱丽丝想起两人之间的过往，整个人都呆住了，但脑海中又浮现出父亲的身影。爱丽丝，对不起，没能保护你。伊芙和索菲亚这时也被他们这边的声音吸引了过来。他看到爱丽丝拿着匕首颤抖地说：勇者，父亲大人的仇人。男主正想对此说些什么，瑞希却突然冲上来把爱丽丝的匕首打掉了。放开我，我要为父亲报仇。不可能的，我们都得承认，那个人是最强的。魔王大人输了，我们只会白白送死，一个都赢不了。伊芙还没有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魔王，父亲的仇人，总之还是算了吧。爱丽丝看着眼前三人，心有不甘。这时她想起了自己还有父亲的遗物，我从来没有打开过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个盒子，拜托，今天一定要打开。盒子被打开后，不断吸收着空气中的魔力值，这种感觉让索菲亚觉得像之前爸爸的力量，那只能吸收所有魔法攻击的手。然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盒子就自动关闭了。爱丽丝哭着抱住盒子，为什么不助我一臂之力？这时男主却默默地走了过去，他捡起地上的匕首，走到两人面前，开口说道：你想杀我吗？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那也行，杀了我。爱丽丝接过了匕首，伊芙则紧张地在他身后喊道：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杀了爱丽丝的父亲，魔王。爱丽丝的复仇是正当的。笨蛋，会死的，你不想活了吗？如果要求是正当的话。然而伊芙听到他竟然是这样的态度，便有些哽咽地问道：真的可以吗？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我已经在考虑接受孤独的人生了，但因为你拒绝了，同意了共同生活的未来，你那时对我说会用一生回应我的，是骗人的吗？此时索菲亚也冲到了男主身前，爱丽丝姐姐对不起，姐姐的心情我明白，但是对不起，不要把爸爸带走。爱丽丝想起自己在爸爸怀里的情景，手中的匕首在不断颤抖，她低下头有些无助地说道：那我呢？怎么办才好？之后爱丽丝和瑞希就决定收拾行李离开这里了。男主他们三人便出来目送两人。伊芙拽着男主的袖子说道：如果你再和爱丽丝对峙，不要再做这种事了，求你了。男主看着含泪哭泣的两人，不知该如何安慰。三人随后却突然听到大批人马前来的浩荡声响，之前向爱丽丝逼婚的蛇男竟带着大量魔族人马来找男主。伊芙觉得他们的目标应该是爱丽丝，刚好可以用来发泄一下。男主却让他带着索菲亚回屋里去，随后就用快速移动闪到蛇男面前，打算对他发动突击。然而蛇男仿佛早有预料一般，轻松一笑。男主的拳头打到的竟全是幻影，他意识到刚才的都是虚像后大感不妙，抬头看向远处，果然是蛇男的调虎离山。他们的目标竟是索菲亚和伊芙，然而爱丽丝和瑞希也早就已经落入他的手中。没想到猎物正在两个人散步呢，虽然有些扫兴，但目的已经达成了，一开始就无所谓了。不过机会难得，请去死吧。魔王的女儿发现自己朝夕相处的男人竟是杀死父亲的仇人，没能忍心下手后，她便决定离开这里。没想到半路竟被一直盯着她的蛇男抓住了，而男主也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之计，被迫和伊芙两人分开了。蛇男的军团人数众多，男主想尽快将他们收拾掉，但其中却有一些是虚像，
和真的士兵混在一起攻击他，无法直接无视他们和伊芙会合。如果虚像变成了伊芙和索菲亚，处理起来就会更麻烦。首先要打倒虚像的使用者，他在心中默念着：伊芙和索菲亚，在我来之前请平安无事。而另外两人那边，伊芙让索菲亚退后，这些家伙全部都由我来打倒。蛇男却并不想如他所愿，他发动万物流转岩壁技能，在两人之间竖起了高高的墙壁，分割战场。而他自己则带着主要目标离开了。魔教的少女对伊芙发动猛攻，告诉他我才是你的对手。他的刀刃所经之处削铁如泥，有些得意地问伊芙：怎么样，很锋利吧？听说你是龙，那么告诉你一件事吧，我的刀刃就是用一条非常强大的龙做素材制成的。很久以前，在某个地方，我的祖先和那条龙战斗，夺取了它的鳞片，成功用法力创造了鳞片的材质，世代继承了这个技术。刀刃全部都是龙的强度，你和那条龙哪个更强呢？用你的生命来确认吧。然而谁知伊芙只是用尾巴甩了甩，就将他的圆镖打了个粉碎。魔族少女瞬间傻眼了。伊芙捡起碎片，觉得有点眼熟，这是我小时候的鳞片，但是我没有被抢走鳞片的记忆啊。她用舌头舔了舔后，猛然明白了，这是我蜕皮上的鳞片啊，我小时候蜕下的皮。你偶然捡到的祖先说是战斗夺走的吗？怎么会？先祖很自豪的呀。面对已经崩溃的魔族少女，伊芙毫不留情地打出了一发恶龙咆哮，连她都不够资格做我的对手，将魔族少女吹得头昏眼花。战斗不能，只让空气燃烧窒息的程度如何？称赞我是伟大的龙吧，看在你勇于挑战的努力，就原谅你了。然后他就准备去找索菲亚了。时间回溯到法恩离开之后，与索菲亚对战的魔族男人有些傲慢地说：看起来没什么好捣碎的小肉块，赶紧结束吧。然后就一个箭步冲向了索菲亚，索菲亚瞬间发动风舞离开了原地。魔族男人没有想到自己的直击竟然没有打中，索菲亚则使用了万物流转岩雪崩，然后就有无数石块砸向了男人。魔族男被这个技能彻底激怒了，他将身上的石子全部弹开，对他喊道：臭小鬼，你以为这点程度就能打败我吗？我没想过，所以试了一下。魔族男没想通刚才他是怎么躲开的，便决定用最简洁的攻击方式，以最快最短的路线向他袭来。然而拳头重重打到他的身上时，却发现是一片虚影。刚才爸爸飞过去的时候看到了，所以模仿了。仅仅因为那一瞬间就偷走了虚像魔法。索菲亚的幻象不断在他身边盘旋，叔叔怎么办才好呢？火焰和雷电的话会很危险吧？虽然在考虑，但很难啊。不杀死叔叔的干掉方法。魔族男人则一边怒吼着，一边向空中打出拳头。别小看我，臭小鬼，俺的肉体是魔导师之类的能打败的吗？索菲亚看着下面发狂的魔族男人，有些犯了难，要如何手下留情的打倒他。然后就想到了什么，笑了出来。魔导人偶是用岩石做成的，厉害的大叔，如果是这个的话，应该不会不开心了吧？放心，我已经把刺弄调换成了拳头。然而魔族男人则被吓得哇哇大叫，顾不上开心了。伊芙这边将自己的龙爪幻化出来，准备打破墙壁去找索菲亚。谁知这时却有一个物体打穿了墙壁，从他的耳边飞过。然后索菲亚就带着他的人偶说道：这边也结束了吗？伊芙有些欣慰地抱着索菲亚，太好了，我的女儿也很可怕呢。之后两人就飞去找罗伊德，他的对手是虚像使用者，或许是最麻烦的对手，但是却远远看到地面好像长出了什么，而且还是5根。随后一只巨大的手掌就冲向了天空，任何麻烦的魔法只要夺走魔力就无法维持。术者是你吧？反正都要打倒，无所谓了。然后就有无数个拳头将他们锤进了地面。男主看到天空中的2个身影，明白他们2人应该是平安无事，就挥动着巨大的手向他们打了声招呼。两人便有些感慨地想，最糟糕的果然还是罗伊德呀，现在就只剩下爱丽丝他们了。而蛇男则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对两人说着：爱丽丝，只要你服从我，你们就能活下来。魔王的女儿和魔王的力量现在已经集齐了，我才是下一任魔王。魔王被勇者杀死后，他的部下竟想通过魔王之女成为下一任魔王，而男主作为爱丽丝的杀父仇人，却想将他们救回来。伊芙在空中不断搜寻着爱丽丝几人的踪迹，之后只能无奈地告诉他们，连蛇男逃走的方向都没有找到。男主便问他们2人为什么不愿意放弃爱丽丝。爱丽丝的复仇姑且不论，那样的分别方式我会睡不好觉的，毕竟她还是个孩子，还需要人保护。我也想从那个人手里救他们。男主就说道，如果你们希望的话。但话还没说完就被伊芙打断了，你不是为了实现某人愿望的道具，你的脸上难得因为家人露出了动摇，在别人的愿望之前先听一听自己的想法吧。罗伊德，你想怎么做？我有伊芙和索菲亚作为家人，不想从家人那里被人夺走，无法接受爱丽丝的复仇，但是想实现和爱丽丝的约定，能把想法说出来，有进步了。索菲亚则问道，话说得很清楚了，但应该怎么找到他们呢？男主却说他有一个主意。另一边，瑞希因为蛇毒痛苦不堪，蛇男便对两人说，没把绑着的蛇砍掉就好了。我的蛇是魔力创造的疑似生命体，要是砍了它是不会停止的。结果现在中毒了也无济于事了。瑞希突然起身抱住了爱丽丝，实则是发动他背后的因果之铠。蛇男的坐骑瞬间就被箱子吃掉了，随后一把匕首向他射来，然而却被他身边的宠物挡住了。太可惜了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说不定已经死了。即使隔着盒子都有这种程度的威力，吸食魔力的魔铠，因果之铠，魔族统一战争中支撑魔王胜利的铠甲，只要有这个，在战争中再次实现统一也很容易了。瑞希却对他嘲讽道，敌不过杜克大人就降到了他的旗下，结果就是为了这个吗？真是个让人看不起的渣子。然而蛇男却笑着对爱丽丝说，你知道这只狗的想法吗？我已经是累赘了，为了让主人容易逃跑，惹怒对方而被杀，真是不错的觉悟呢。如果是这样的忠犬，主人也一定很难舍弃吧。说明一下，不会让你咬舌头的。我的蛇有特殊的魔毒，这个魔毒是无法自然消解的，我随时都可以改变毒性，意识浑浊、痉挛、激痛、
甚至致死。他看到爱丽丝露出恐惧的表情，便轻松地说：“开个玩笑，现在只是夺走肌肉力量的毒药，虽然是个玩笑，但如果违抗我的命令会怎么样呢？你明白吧？”他随后叹口气，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子，大蛇消失了，鞋子都脏了。爱丽丝舔干净。当爱丽丝蹲下身握住他的鞋子时，便哈哈的大笑起来。女儿竟然这么不争气，魔王杜克一定也很遗憾吧？谁知这时竟有一只巨大的魔手在空中晃动，这压倒性的气势让爱丽丝明白应该是勇者。她身后的箱子却对这股魔力起了反应。男主选择的搜寻方式便是用魔力之手在四周360度旋转，果然箱子开始吸收他的魔力了。而这粗暴的搜寻方式则让伊芙和索菲亚不响之声。男主通过魔力被吸收的方向确认了爱丽丝的位置，三人便急忙飞往此处。蛇男看到这只巨手时也大感不妙，这种威力不像是他的部下能拥有的，如果是敌人，全军覆没怕是在所难免。随后他也注意到箱子在吸收这股魔力，便急忙想抢夺箱子，把因果之铠交给我，再这样下去就会像标记一样。爱丽丝明白蛇男是想穿上铠甲切断魔力吸收能力，这样就可以逃跑了，他便紧紧抱住箱子不肯撒手。然而蛇男却放出毒蛇咬住了他的肩头，那就不需要魔王的加名了，只要魔王之力就可以了，和随从关系好就一起被毒死吧。爱丽丝觉得一切都结束了，我没能保护好父亲的遗物，脑海里却想起了父亲在世时对他说过的话：爱丽丝，我要向勇者决斗，然后可能会死，不要说不吉利的话，爸爸是最强的，不可能输给勇者，不，没有人和他战斗过，但我看到了战斗的痕迹，压倒性的强，比我还要强大。爱丽丝就将手中的因果之铠递给父亲，拿着这个，如果有这个力量的话一定会。魔王则摸了摸他的头，那已经是你的了，好好拿着吧。听我说，爱丽丝，就算我死了，你也没必要继承魔王之位，和瑞希他们一起去鬼之乡，在那里和平的生活吧。不，爸爸也一起逃走吧。我不会逃跑的，在讨伐魔王之前，勇者是不会停止的。战争是国王发起的，要拉上帷幕也是国王的事，而且我又不是去输的。撬开微小的可能性获胜，这就是我的生存方式。但是你不用像我一样活着，爱丽丝，对不起，没能守护你。爱丽丝倒下后，瑞希的毒也发作了，晕了过去。蛇男便想赶紧切断这个魔力吸收，带上因果之铠，结果却看到爱丽丝仍然紧紧抓着箱子的带子。我知道我无法成为父亲，即便如此，我也想像父亲那样活着。两人竟同时喊出因果解放。本来以为自己被毒死的瑞希醒了过来，随后就看到爱丽丝已经穿上铠甲的样子。蛇男不敢置信，因果之铠竟然被没有魔力的小鬼抢走了。他便恼羞成怒的想发动毒素，呼吸停止，心脏麻痹。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毒竟然消失了。你忘了吗？因果之铠是吃魔力的，魔毒只要吃掉就可以了。蛇男在那边不甘心的喊着我的铠甲。爱丽丝听到后却说：铠甲，你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，毕竟只有父亲穿过。但是我和父亲的体格差能穿上同样的铠甲吗？铠甲只是每个使用者创造的附属品而已，本体其实是……突然一道剑气划过蛇男所处之地，威力强大且波及面积极广。因果装匣的真实形态其实是剑，